因為從這次試射落地的那一刻起，096核潛艇、巨浪3洲際導彈早已不是我們需要遮遮掩掩的技術底牌，而是中國堂堂正正亮給全世界看的國防上限。如果说歷史是一本厚重的書，那有些頁碼注定是要用雷霆來装订。7月6號7.17事变紀念日前一天，太平洋深處一抹寒光撕開了海面，那不是尋常的演習，那是一枚從東海深處破水而出的巨浪，它劃過日本的頭頂，在那片被視為痙攣的水域上空呼嘯而過。好戲就在這兒，太平洋那一頭的澳大利亞收到通報後還在淡定的喝茶，而那個距離最近、向來嗓門最大的鄰居日本，卻像是被踩了尾巴的貓，跳着腳抗議。首相官邸、外務省、防衛省、国土交通省同步發聲，大肆炒作所謂的安全威脅，反复向中方外交渠道施壓，要求終止試射，被我方直接回絕。為什麼？因為這枚導彈掠過他們頭頂的時候，他們引以為傲的所謂專屬經濟區，在那枚導彈的航路面前，脆弱的像一張被戳破的窗戶紙。諸位我們要聊的不僅僅是軍事，更是歷史的複利。中國文化講究因果，講究天道循環。7.17事變，那是我們民族最沉重的傷疤，可偏偏就在這紀念日的前夕，我們把一枚能夠決定國家命運底牌的巨浪，精準地展示在了世人面前。這是一種什麼滋味？這叫以戰止戰，以危安民。古人云：大德不逾賢，小德出入可也。放在現代地缘政治裡這就是中國式的高級哲学。我們从不主動挑釁，但有些老賬時間會替我們清算。當年的我們連一寸國土都守不住，而如今我們的巨浪可以在家門口就實現洲際全域覆蓋，這不是技術的跨越，更是民族脊梁徹底站直的定錘音。我是白房大招，歡迎來到老友記。全網軍迷瘋狂刷屏，所有人都在吵一個問題：這次亮劍到底是094改進型，還是全新的096戰略核潛艇？升空的到底是巨浪2改版，還是完全體巨浪3？但今天我要告訴大家一個顛覆全網的殘酷真相：這些爭論沒什麼意義，全是普通人看熱鬧的無效糾結。因為從這次試射落地的那一刻起，096核潛艇、巨浪3洲際導彈早已不是我們需要遮遮掩掩的技術底牌，而是中國堂堂正正亮給全世界看的國防上限。更讓人熱淚盈眶、血脈膨脹的是什麼？這次7.17事變前一天的戰略試射之所以能轟動全球、擊穿全網，核心根本不在於導彈有多快、潛艇有多近，而在於這個時間節點藏着中國人刻在血脈裡的風骨與格局，藏着百年國運的終極逆襲。很多人只知道7.17事變是國恥日，是1937年山河破碎、盧溝橋槍響的苦難開端，但極少有人讀懂。我們選擇在7月6日亮劍深海，是一場跨越89年的隔空對話，血淚救贖。89年前的7月7號，華夏無盾，山河無妨。彼時的中國工業凋零，軍備廢弛，有海無防，有空無域。列強的堅船利炮可以隨意闖入我們的海域，敵軍的戰機可以肆意碾壓我們的天空。我們沒有導彈，沒有核潛艇，沒有戰略威懾，只能靠無數先烈的血肉之軀築起一道脆弱的長城，用性命換國家存續，用熱血守華夏寸土。那一天是中華民族最深刻的一堂課，我們體會到了極致的屈辱，落後就要挨打，軟弱必被欺凌，無器必無尊嚴。89年後的7月6號，也就是國恥紀念日的前一天，我們不聲不響，低調亮劍，深海之下，國之重器蟄伏蓄勢，萬里長空，洲際導彈破空升空。昔日列強用來碾壓我們的武力霸權，如今我們盡數掌握，盡數超越。昔日我們缺失的護國重器，如今盡數成型，盡數登頂。古人講慎終追遠，明德歸厚。真正的銘記歷史，從來不是年年默哀，日日感傷，而是以今日之強盛告慰昔日之悲壯，以硬核之實力杜絕來日之苦難。這是中国人獨有的家國浪漫，更是大國博弈最高級的精神底氣。聊完格局接下來解決所有人的疑惑，也是本期視頻最核心的乾貨反轉。現在全網吵翻了天，軍迷圈兩极分化，一派說這次試射是老款094核潛艇搭配巨浪2改進型，沒必要過度吹捧；
另一派呢，堅稱是全新的096核潛艇搭配完全體巨浪3，戰力直接拉滿，雙方吵得面紅耳赤，互懟不休，甚至互相扣上不懂裝備、盲目吹捧的帽子。但我今天直接告訴大家結論：這場爭論從根源上就錯了，毫無意義。對於如今的中國國防大國博弈而言，到底是094還是096，到底是巨浪2改版還是完全體巨浪3，根本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們的新一代海基核體系已經完全成熟，全面可用，全域可控。我給大家通俗拆解清楚两代裝備的核心差距，大家瞬間就能明白为什麼爭論毫無意義。過去的094核潛艇是我國第2代戰略核潛艇，搭載的是巨浪2潛射導彈。老款094最大的短板非常明顯，也就是軍迷常說的水下拖拉機噪音問題，隱蔽性存在短板。而且巨浪2基礎版射程只有8000公里左右，載彈量、突防能力有限，想要實現全球戰略威慑，需要冒險衝出第1、第2島鏈，深海潛行風險極高，二次核反擊的安全性、穩定性都有上限。簡單說094加巨浪2的組合是中國海基核威懾的及格線、入門版，能解決有沒有的問題，但達不到世界頂尖的制衡水準，無法徹底作廢美國的島鏈封鎖戰略。而096核潛艇加巨浪3導彈是實打實的世界級頂配，大國上限版。全新096核潛艇採用大直徑耐壓艇體設計，5軸壘推靜音技術，全維度降噪工藝，徹底解決了老款潛艇噪音大、隱蔽性差的痛點。水下靜音水平躋身全球第1梯隊，隱秘於1000米深海，衛星掃不到，聲納探不着，雷達抓不住，真正實現藏於9地之下。同時載彈量大幅提升，可搭載16至24枚洲際潛射導彈，遠超094的12枚載彈量，火力密度直接翻倍。搭配巨浪3導彈，更是完成了跨代升級，完全對標，甚至超越美國3X幾第5頂級潛射導彈，射程突破10000至11000公里，搭載多枚分導式核彈頭，具備智能變軌、隱身突防、誘餌規避、多目標精準打擊能力。目前全球現役所有反導系統都無法有效攔截。最關鍵的戰略紅利是什麼？096加巨浪3無需衝出島鏈，無需遠赴遠洋，在中國近海、深海潛伏就能覆蓋全球所有核心戰略目標。說到這兒，大家終於能明白為什麼我說全網爭論都是無用功了。如果這次試射是094改進型，說明我們的老裝備迭代升級，戰力持續拔高，存量威懾始終在線。如果是全新096加巨浪3，說明我們新一代終極海基核力量已經正式形成實戰能力，新底牌全面落地。無論哪一種，最終結果都是一樣的。中國的海基2次核反擊能力已經徹底成熟、徹底靠譜、徹底無解。以前我們藏着掖着，是因為技術尚未完全成熟，底牌還不夠通透。現在我們坦然試射、公開亮劍，是因為096跟巨浪3早已不是實驗室的實驗品，不是遙不可及的概念裝備，而是已經在深海熠熠生輝、常年戰略值守、隨時能戰、戰之必勝的现役頂級重器。這就是大國底氣的終極蛻變。曾經我們求有無，如今我們秀上限。別人還在糾結我們用是低配還是頂配，殊不知我們的頂配早已批量成型，全域待命。這就是降維打擊。如果說這次巨浪3加新式核潛艇的深海亮劍是海基力量的巔峰時刻，那前段時間風頭正盛的東風 31AG 洲際導彈就是陸基核力量的絕對王牌。新舊重器接續亮劍，雙重威懾疊加發力，直接把中國國防實力推上全新高度。大家應該還記得東風 31AG 亮相演訓的熱度至今未消，餘溫尚在。作為我國陸基機動洲際導彈的核心主力，東風 31AG 徹底碾碎了固定發射陣地的短板，採用全域機動、無依托發射技術，荒山野嶺、戈壁荒漠、公路平原，隨時隨地停車，隨時隨地起步，隨時隨地發射，機動性、隱蔽性、生存性拉滿，射程覆蓋全球，突防能力頂尖，打擊精度極致，完美承擔起陸基戰略威懾、定點決勝的核心使命。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，東風 31AG 都是我們最硬核的護國底牌，撐起了中國陸基核威懾的半壁江山。但孫子兵法有云：用兵之道，以正合，以奇勝。單一維度的強大終究有破綻，多維度的閉環才是無懈可擊。東風 31AG 是正，光明正大，全域機動，鎮守陸地山河，
正面御敌，定點破局。巨浪3加096是奇，引力深海，悄無聲息，蟄伏大洋之下，絕地反擊，後手絕殺。一路一海，一明一暗，一正一奇，一動一靜。東風在手，可御敵於千里之外；巨浪在揚，可制敵於無形之中。至此中國徹底告別了過去單一陸基核威懾的短板，擺脫了被對手鎖定先發打擊的戰略被動，構建起海陸雙重、互為備份、全域覆蓋、絕對安全的雙層核威懾體系。以前西方敢肆意圍堵、瘋狂挑釁，是因為他們篤定能憑借技術優勢、衛星監控、島鏈封鎖，壓制住我們的核反擊能力。現在海陸雙王牌成型，對手再也沒有任何把握、任何底氣對中國發動戰略施壓。你想打我的陸地目標，我機動東風隨時反擊；你想摧毀我的陸基力量，我深海巨浪絕地翻盤。這就叫攻守兼備，進退自如。說到這兒，很多觀眾已經熱血沸騰，覺得中國底牌已經盡數亮相，戰力已然登頂。但我要告訴大家，現在強大只是完整版的80%，我們終極封神時刻還未到來。陸基有東風31A 機鎮守山河，海基有096加巨浪3威懾大洋，海陸雙核體系已經圓滿閉環。而我們全網億萬軍迷、億萬國人萬眾期待、翹首以盼的最後一張壓軸王牌轟20隱形戰略轟炸機，至今仍未正式官宣問世。很多人不懂，海陸重器已經這麼強，為什麼還執着於轟20？這裡我用最通俗、最通透的邏輯講清楚：東風導彈是防禦反擊之器，敵不動我不動，敵若動我絕殺，主打定點制衡，絕地反擊。巨浪潛射是隱蔽後手之器，深藏深海，靜待時機，主打2次反擊，保底制勝。而轟20隱身戰略轟炸機是主動威懾之器，是真正的9天利劍，全域戰神。它擁有洲際航程、隱形突防、全域機動、可核可長的頂級能力，能夠跨越萬里空域，常態化奔赴遠海巡航，全域戰略威懾。簡單來說東風跟巨浪是對手打我們之後，我們能必勝反擊，而轟20是對手不敢妄動、不敢挑釁的前置威懾。目前我們的轟6系列改進機型只能滿足常規近海、中程威懾，無法實現全球隱形戰略巡航。這是我國3位一體核威懾體系最後的短板，唯一的缺口。一旦轟20正式問世、官宣亮相、批量列裝，中國將徹底補齊空機終極核力量，真正實現陸海空3位一體、全維度無死角、全覆蓋、無解化的頂級戰略核威懾閉環。陸有東風定乾坤，海有巨浪震四海，空有轟20巡9天。到那時中國的大國底牌將徹底圓滿、徹底無解，沒有任何國家、任何勢力能夠在軍事層面制衡中國、圍堵中國、威脅中國。古人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弱之國必有餘殃。89年前的那個7月，我們無盾無器，含淚忍辱，任人拿捏國運。89年後的7月前夜，我們深海亮劍，巨浪巡天，抬手便是大國天威。很多人以為這只是一次普通的導彈試射，但真正讀懂歷史的人都明白，這是中華民族跨越近100年的血淚翻盤，是山河無恙最硬核的官宣。曾經別人的軍艦隨意闖我們的海，別人的戰機隨意臨我們的空，我們只能隱忍退讓，咬牙圖強。如今我們的巨浪掠過萬里海天，在家門口鎮守四海疆域，一紙例行演訓，就讓昔日的霸凌者方寸大亂，如坐針氈。這世間從來沒有憑空而來的和平，只有以武止戈的底氣，自強不息的國運。東風在陸，震驚世間宵小；巨浪在海，築牢深海底牌。我們早已告別了有海無防的屈辱歲月，掙脫了島鏈鎖國的100年至稿。海陸雙核閉環成型，中國的戰略安全終於牢牢握在了自己的手中。但這依舊不是終點，硝煙散盡，警鐘長鳴，底牌漸顯，甚是可期。萬眾矚目的轟20藏着我們最後一塊大國拼圖，等着壓軸登場，驚豔世界。待到空天利劍出鞘，海陸空3位一體核威懾圓滿閉環，華夏山河再無半分可被欺凌的軟肋。歷史從來不會偏袒弱者，只會眷顧那些咬牙奮進、久久為功的民族。今日巨浪出鞘，告慰先烈，這山河如你所願，這華夏國泰民安，這盛世再無屈辱。我是白飯大肉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